阳台有3种花，家穷难致富，家里阳台再大，也不要养这3种花。阳台养花虽好，那么就势必会存在有适合的，也有不适合的。比如有的花养了，天天让你有钱花；有的花养了，让你越养越穷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很多人在阳台养花，殊不知都养错了。今天花花来说说阳台养花的一点见解。1. 不适合阳台的花。1. 寓意不吉利的植物。寓意不吉利的植物不要养在阳台，甚至家里都不要养。对于这一点，特别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，都看一下会比较好。而寓意不吉利的花，今天想特别说说扶桑花。其实扶桑花除了寓意不好，植株会长得很大，遮挡家里的光线外，它开花还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花期也长。如果不太介意寓意，又很喜欢扶桑花的朋友，可以种植在院子里面或者露台的地方。刚好外面大面积，长时间的光照是扶桑花非常喜欢的。如果喜欢这种花的花友，可以养在院子里，但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养在院子里是地栽还好，如果选择盆栽的话，花盆尽量偏大，不能偏小。浇水的话也比较简单，看到叶片微微下垂后再浇水，除了夏季要在晚上浇水外，其他季节时间没有特别多的限制。其实说到寓意不吉利的话，还有一些花卉供大家参考，比如彼岸花、白菊花等等。寓意这个东西，有在意的人，也有不在意的。不在意的人可以看看下面这条，与寓意无关，只是从养护技巧来分享，有些花可能养错地方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2. 喜阴湿环境的植物。喜欢阴湿环境的植物，适合养在阴凉背光的地方，阳台风大，光照充足，养在阳台叶子就会变干变枯萎，也非常容易变软，绿植在阳台上都是衰败的景色，当然不利于家里的风水。比如常见的龟背竹。龟背竹是近些年的新宠，因为它的名字寓意长寿，又有很好的净化空气的效果，而且拍照的话很出片，所以很多人家里都养龟背竹。但龟背竹千万不要放在阳台上，除了龟背竹不能长期日照之外，它的生长速度还很快，非常容易变得高大茂盛，这样不仅会占领其他植物的空间，还会遮挡住家里的光线。一般建议把龟背竹养在客厅里，放一个藤编的花盆，这样不但氛围好，客厅光线也明亮，而且风水也吉利。除了龟背竹以外，还有一种开花的花草也不适合养在阳台，那就是大岩桐。说起大岩桐，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那就是花中皇后，因为它植株虽然小巧，但是开花非常惊艳，与牡丹和玫瑰放在一起也不逊色。如果家里多养一些品种，开花的时候色彩缤纷，姹紫嫣红，装饰效果特别好。但是虽为开花植物，但它不喜欢长光照，所以最好放在散射光的地方养护，不然的话就会出现黄叶、枯萎等现象，久而久之滋生细菌。除此之外，喜欢阴湿的植物还有文竹、红掌、白掌、绿萝以及蕨类植物，这些最好不要放在阳台上养护。有在意寓意的人，有在意养护技巧的人，也有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花友。那么下面这一条就是关于身心健康的，我建议你看完。3. 花粉比较重的花。花粉多的花也不适合养在阳台上，因为现在过敏人群、鼻炎人群以及呼吸道疾病的人逐年增多，这类花会影响呼吸道的正常呼吸。而有些花卉的花粉如果不小心吸入了体内，还会加重过敏和鼻炎等，所以这类花超级不建议养在阳台。比如五色梅。五色梅又叫马缨丹，它被称作最美的入侵者，因为五色梅不但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很强，它还会威胁到周边植物的生长，并且它开花后的花香有些刺鼻，而且五色梅是有毒的花卉，所以这类花最好不要养在阳台，否则对家人身体健康有影响。但如果你非常喜欢这种花，可以养在院子或者露养在外面，夏季还可以利用它刺鼻的花香达到驱赶蚊虫的作用。除了五色梅之外，类似的还有夜来香、郁金香、夹竹桃等等花卉。有不适合的花草，就有适合的花草，有些绿植养在阳台，不但花长得好，还能带来财富。想要增加小财富的花友，不妨试一试下面几种花草。2. 适合阳台养护的花草。1. 西财树。
西财树之前花花就曾介绍过，只是因为它太好，花花还想推荐给不知道的花友们。西财树是多肉的一种，听它的名字就比较招人喜欢，无论它有没有吸财的作用，我都建议大家买一盆放家里。因为它不但名字好听，养护起来也比较简单，尤其适合放在阳台这种有光照的地方。如果有温差的季节，顶端会出现红尖尖，叶片也会慢慢泛黄，别提多可爱了。西财树相对于其他多肉植物来说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那就是它不生虫害，所以封闭的阳台养一盆也不用担心虫害的问题。而且西财树养得越大，价值越高，所以如果出现短暂的徒长，也不用太担心像其他多肉一样失去可爱的容颜，我们可以顺势将徒长的枝条养护成老桩，放在家里也是一棵镇宅的盆景。2. 铜钱草。铜钱草因为叶片像古代的铜钱，故而称之为铜钱草，所以很多人取它铜钱的意义理解为可以提升财运，都想在家里养一盆。而铜钱草适合养在阳台的原因，除了寓意招财外，还有这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它非常喜欢光照，光照越多，叶片越大越绿，根系也越多。第二，铜钱草的植株不会很大，不用担心遮挡住阳台光线的问题。第三，铜钱草既可以土培又可以水培，无论水培土培，只要放在阳台不缺水，长势都会非常好。但水培铜钱草的时候需要注意，水中的枯叶落叶需要及时清理，否则会招来小虫，并且要经常给铜钱草换水，避免滋生细菌。3. 鸿运当头。鸿运当头听这个名字就非常值得养，谁家过日子不希望鸿运当头呢？其实鸿运当头名字由来是因为它红彤彤的花朵像一团团的火焰，所以寓意着好运、繁荣与幸福。而最近有临近春节，家里放一盆红色的花卉也很符合吉祥、喜庆和好运的特征。为了保证鸿运当头的健康生长，充足的光照和温暖湿润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，所以阳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除了夏季避免过度暴晒外，其他季节都可以放在阳台养护。如果你对花草不感兴趣，又想在阳台养点什么来提升一下家里的生机与氛围的话，花花推荐给你以下3种植物，它们不但能吃能看还能闻香。3. 适合阳台养护的香草。1. 薄荷。薄荷大家并不陌生，可以买一盆回来放在阳台养护，也可以去朋友家捡一个枝条回来水培，生根也会很快。薄荷喜欢充足的阳光照射，如果光照不足的话，叶片会徒长，而且会变得十分瘦弱。除了薄荷的光照外，充足的水分是薄荷长得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，尤其是生长期的薄荷，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水分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，薄荷的生长就会变慢。如果想要薄荷长得郁郁葱葱、绿油油一大盆的话，记住一定要常修剪，因为越剪叶片会越大，枝条也会越多，叶子多到采不完，用来泡水喝，用来炒菜都是不错的选择。2. 紫苏。紫苏是厨房的常见香草，可以用来烧鱼、烧牛蛙、做烤肉，可以说用途多多。家里阳台养一盆紫苏的话，不但绿油油的叶子让人感受到生机勃勃，还可以随时采摘叶片食用。而养护紫苏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，如果水分不足或者空气过于干燥的话，会导致紫苏枝干和叶子变硬。紫苏和薄荷一样，喜欢温暖并且光照充足的环境，所以放在阳台是首选位置。除此之外，紫苏养护时还有几点注意事项。第一，紫苏分枝能力很强，避免过多的养分和水分的消耗，需要及时剪掉新的分支，当然发现花絮时也要及时摘除。第二，如果你想保留紫苏的种子用来播种的话，那么可以缩短光照时间，促使花芽分化，然后等种子成熟后晒干收集起来备用。第三，很多人很好奇，为什么我养的紫苏一直是绿色的，叶片不变紫色？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品种本身就是绿色的叶片，不会变成紫色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则是因为火候还不到，紫色叶片变紫是要快到成熟期的时候，才会慢慢从绿色变成紫色。3. 迷迭香。迷迭香的香气可以提神醒脑，并且迷迭香的叶子可以烤肉。不仅如此，迷迭香还可以开出淡紫色的小花，不但观赏价值比较高，
实用价值也比较高。迷迭香养护上也相对容易，最适合它的温度是15至25度，但突来的寒潮，只要气温不低于5度，迷迭香也不会冻伤。但它有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怕水涝，怕盆土积水，所以如果封闭阳台养迷迭香，不能浇水过多、过勤。养护迷迭香过程中，如果遇到了黄叶的问题，主要有2个原因，第一是通风不好，第二是盆土板结引起的烂根。阳台养一盆迷迭香，顺利的话可以活好多年，感兴趣的朋友快入手一盆吧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关于阳台养护花草的内容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